又一个摆拳，被点倒了。注意看，中国小伙被日本拳王意外放倒一次，重新站起来的小伙二话没说，直接一记重拳打在日本拳王的脑门上，日本拳王当场陷入短暂休克。此场比赛俩人足足对轰了1000多拳。上一次敢和中国小伙魏子钦展开拼拳的泰国拳王，此时此刻还在医院进行保守治疗，脸能不能保住还是一回事。泰拳王的脑袋直接被魏子钦打得全部肿胀，赛后被医生鉴定为5级毁容。这一次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，他叫松本利亚梦，来自日本，是日本赫赫有名的泰拳冠军，以密集的组合拳法闻名于拳坛。与中国小伙魏子钦一样，都是拼打型选手。魏子钦既然能将568胜泰国拳王打成5级毁容，那么暴揍一顿日本冠军照样不在话下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子钦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魏子钦只是虚晃了一下，日本冠军就率先打出了一次主动出击。晃来晃去的日本冠军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找到机会就是一套组合拳出击。然而魏子钦本身就是拼打型选手，如今遇到了日本拼打型选手，魏子钦岂会让日本选手掌握比赛节奏？真要是被国人看到，还以为魏子钦害怕日本冠军呢。内围当中被压倒推倒了，魏子钦感觉注意力不是完全集中，要注意及时调整状态，把状态调整好，要给对方机会。松本利亚梦这个比赛上来的话是打得比较积极的，不要给对方这种机会了。在内围当中，松本利亚梦想去控魏子钦的。魏子钦既然能把568胜泰拳王打成5级毁容，暴揍日本冠军一顿还不是绰绰有余。俩人的出拳出腿都很果断，不过日本选手的进攻当中有顶膝和扫踢的参与，如此一来，日本选手松本利亚梦是一位纯泰拳选手，反观魏子钦则是中国武术和泰拳融合的一位选手。进攻多元化的日本选手率先掌控了比赛节奏。这个后手打到了，漂亮。组合拳抛架做的可以。魏子钦在近身当中被控头一扭。场边在提醒魏子钦这边别急啊，对方这个节奏带的比较快，不要陷入到对日本选手的快节奏打法彻底扰乱了魏子钦的计划。别看日本选手是在后撤，其实已经掌控了比赛节奏。寻找到合适进攻机会的日本选手当机立断，直接就对魏子钦实施了一波猛攻。反观魏子钦的反击一直在继续实施，从比赛一开始，两人只是进行了一段简单的试探，其后就展开了激烈的火拼。通过迎击把对方迎回去。边角提示魏子钦那边轻易不要做踢腿，不要给对方的拳法给施加机会啊！踢腿的时候，如果防守有漏洞的话，容易给对方拳法发威留下机会，留下空档来。这逐渐适应日本选手节奏的魏子钦，很快就从被动转向了主动。不过日本选手的进攻节奏又加快了很多，这样一来，魏子钦又被日本选手压制住了。比赛才刚刚开始第1回合，两人都已经打上了头。真要是到了第2回合或者是第3回合，魏子钦不都把日本选手的皮给扒了？这跑上来之后跳膝啊！第2回合开始了，别看日本选手活蹦乱跳，一副无所谓的模样，其实已经被打怕了。魏子钦的几次前手迎击打得日本选手刻骨铭心，不过日本选手就是强装镇定，狐假虎威来吓唬魏子钦。然而魏子钦可不是被吓大的，身处优势的日本选手真以为魏子钦没有真本事吗？还在拳击距离去跟对方打，在自己拳击的舒适距离去跟对方作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。这个正蹬迎着了，这个正蹬踢得好重，魏子钦的状态还可以。拼拳当中要小心，做好防守。硬度可以，中一勾拳，小心报价要紧凑，要不拉开距离，又中一拳。魏子钦有点被打定住了。魏子钦双方各自都已经熟悉之后，开始了激烈的换拳阶段，连续的换拳消灭了日本选手意志力，唯有搂抱才能让魏子钦的进攻停下来。其他选手遭受重击，不是后退就是倒下。反观魏子钦遭受重击之后，
非但没有后退，而且还加强了进攻攻势，直接逼近日本选手内围做动作。对付日本选手就该像魏子钦这样往死里打。不要拉，哎，松本利亚梦的状态被打下来了，魏子钦连续有命中，拼拳当中逐渐占据上风了。不要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坚持住，这是谁意志更好，谁就能够离胜利更近一点。前手点，对，打拳的距离不要给他出腿的距离，不要给他远距离，迎击2拳，再顶上去，前手点。魏子钦每一次出拳都能听到场下观众的欢呼，而且每一次所打出的拳头都能精准命中日本选手的脑袋。日本选手迫不得已只能后撤，在后退期间也在遭受魏子钦的重击，无时无刻的重击让日本选手意识到了危险。不过已经为时已晚，最终日本选手被魏子钦击倒了一次。松本利亚梦还能起来吗？一个后手正中下巴，正中面门，还可以起来。魏子钦看状态，看体能啊，不要给对方机会，是不是能够在这回合终结掉对方？已经把对方拼软了。说摆拳命中，又一个摆拳，被点倒了，这个有失去平衡的意思，这个伤害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摆拳胜，再一个摆拳，再几次换拳，又一个左摆拳。面对身体已经发软的日本选手，魏子钦照样还是往死里打，直至把日本选手打死在擂台上，魏子钦才会停手庆祝比赛胜利。不过意志力坚定的日本选手还在反击，反观魏子钦可管不了那么多，继续顶着日本选手的反击实施主动出击。和比赛临近结束，手已经拿不起来了。松本利亚梦这15秒的时间，魏子钦是不是还有体能能够终结掉对方？现在的体能抗击打是最主要的因素。一个左摆肘，右摆肘，再一肘，再一肘，现场观众都已经沸腾了，漂亮。有啥吗？第3回合开始了，被击倒一次的日本选手很明显有点畏惧魏子钦。比赛已经发展到了现在，两人都没有了回头路，只能硬着头皮使劲拼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。以组合拳闻名于拳坛的日本选手根本就重创不了魏子钦，照样顶着日本选手的组合拳进攻实施主动出击。执行前面战术转身拳，转身摆肘，这是脚底下失去平衡。哎，又一个后手，顶肘、打肘，后手拳接左摆肘，这是一场血战呐。中段扫踢，魏子钦仍然是向前。中国人岂会畏惧一个日本人？连续的组合进攻打得日本选手节节败退，这才是中国勇士应该有的样子。然而日本选手还在使用肘击反击，反观魏子钦根本不怂，照样往死里打。只要日本选手还在擂台上喘着气，魏子钦就不会放松警惕，照样使劲往死里揍。在内围当中，如果对方自上而下能够压制住的话，魏子钦也不占便宜。魏子钦把这个报价要拿紧凑一点，做好头部防守，出拳的时候不要给对方太大的漏洞，小心遭到重击迎击了。前手点击斧，增加落点，让对方更难去防守。击斧，左手摆拳打头。多次挨到重击的日本选手连护齿都带不稳了，不知道是被重拳打掉的，还是日本选手主动吐护齿。看到日本选手护齿被打掉的观众，直接就开始了呐喊欢呼。两场都实现了给对方的整容啊！看一下松本利亚梦的这个面部啊，又一次被整容了。这个魏子钦这个整容医生的绰号，我估计类似这样的绰号是会留下来了。接一腿，别给对方漏洞，不要给对方施加腿法去给自己重击的机会，小心。哎，进去拳击的距离，把对方在拳击的距离争取跟对方去做。此时的日本选手就像是一个软脚虾，所实施的所有进攻都是软弱无力，甚至连站都站不稳。面对此情景，魏子钦的进攻欲望终于降了下来。毕竟此时的日本选手已经制造不了任何威慑力，剩下的就只有被魏子钦吊起来暴揍。不要搂抱，不要搂抱。魏子钦现在的状态，血条比他更长，战斗意志也比他更在线。24秒的时间，不要给松本利亚梦去主动给他主动的机会，要始终压着他打，顶着他打。
不要给他主动进攻的机会，要压着他顶住。红段扫七去赢，魏子欣感觉是比赛结束了。日本选手第一回合占优势又如何？还不是被魏子钦反败为胜，整整暴揍2回合。被打惨的日本选手连站都站不稳，裁判只好主动走过去给日本选手擦拭伤口。魏子钦真的太猛了，面对日本选手所实施的所有进攻，照样不耽误魏子钦实施防守反击。场比赛的胜负，无论胜负啊，这护齿应该被打飞了。刚才这一瞬间，在比赛进行当中没发现这个护齿，托马利亚梦的护齿被魏子钦打飞了。无论比赛的结果，这个转身边拳，无论比赛结果如何，魏子钦都是连续2场奉献了被击倒一次，给日本选手制造了大麻烦。击倒之后的日本选手就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全程被魏子钦追着暴揍。魏子钦的实力就是这么强，没办法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魏子钦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